港鐵旗下維坊盛大試驗萬人空巷，仲成功打擊多年嚟作為新界東龍頭嘅新城市廣場，似乎為港鐵打響頭炮，仲為港鐵接下嚟嘅新商場位於黃竹坑嘅 The Southside 打下強心針。不過維坊以社區民生做定位，同 The Southside 嘅高檔定位似乎截然不同。The Southside 又應該點樣部署呢？商場又能唔能夠一脈相連，成為南區嘅金鐘？港鐵港島南岸項目前身係公屋黃竹坑村，房署喺2009年完成清拆，而土地就交由港鐵發展成為南港島線黃竹坑站同埋佢嘅車廠，上蓋就發展成為高級住宅項目港島南岸。同日出康城一樣，港島南岸嘅住宅分為多期發展，由港鐵負責統籌同招標，而基座商場就由港鐵自行營運，命名為 The Southside。The Southside 總樓面面積超過50萬平方尺，樓高5層，商場會設有200多個停車位，亦都會設有接駁口，無縫連接港鐵黃竹坑站。根據港鐵嘅資料透露，商場嘅設計會以海岸線同自然景觀元素作為設計藍本。商場嘅公共空間方面，似乎比維坊仲少，只係喺商場入口設有面積過萬平方尺嘅花園，以及喺商場入邊設有面積3000平方尺嘅表演場地。而另外喺港鐵嘅網站上面都睇到，商場嘅受眾就明顯同維坊唔同啦，唔係以一般嘅社區設施做定位，而係以南區高尚住宅區嘅居民為主。不過所列嘅例子又包括海怡半島，又包括 The Lily， 仲遠到去數碼港嘅貝沙灣都係佢嘅目標顧客，就有啲怪啦。黃竹坑係傳統嘅工業區，就算近年地皮開始轉型成為商貿同酒店用途，但係區內就冇大型商場。The Southside 將會係繼維坊之後獲得另一個第一同唯一。唔知商場試業嘅時候，港鐵會唔會重施故技呢？而喺The Southside附近，只係有因為黃竹坑村嘅歷史原因而碩果僅存嘅民生設施南朗山道熟食市場。喺1987年落成嘅南朗山道熟食市場，最為人熟悉嘅相信係熟食市場裏面嘅泰國餐廳啦。不過熟食市場冇冷氣，似乎喺炎熱嘅夏天就有啲難頂。熟食市場失去咗黃竹坑村嘅街坊生意，但係因為佢嘅定價低廉，仍然深得附近工廈辦公人士嘅青睞，成為平民飯堂。不過似乎就同港島南岸嘅定位截然不同啦。The Southside 以高檔做定位之餘，理論上都要為佢嘅上蓋住宅單位提供生活配套。港島南岸項目分6期發展，但係而家只係有路徑發展嘅第1期項目進環入咗伙，而第2期洋海就已經喺8月交咗樓啦。至於其他期數方面，啱啱喺7月份開始推售，由嘉里發展嘅第4期項目海盈山銷售進度緩慢，加上關鍵1期要去到2025年，似乎對 The Southside 短期幫助唔大。考慮到而家只係得1期同2期嘅住戶開始入伙，對商場嚟講人流都唔係好夠，亦都解釋到點解港鐵話商場要分2至3個階段開幕，而今年預計只係啟用約2成，面積約10萬平方尺嘅樓面嘅啫。The Southside 未有正式公布商戶名單，而家確認會有嘅只係得英皇戲院，相信設備會比同區其他戲院較為高級。而另一個商戶就係華潤旗下嘅高檔超市 City Super 都會落戶 The Southside，開設一間旗艦超市，意味 City Super 今年會開2間分店，另一間就會喺啟德嘅 Airside。觀乎維坊都有開設同屬華潤旗下嘅寵物友善咖啡店 Muju， 相信 The Southside 除咗 City Super 之外，都好大機會會有埋 Muju 啦。喺經營商場傳統智慧上面，得鐵路就得天下。
不過喺南港島線嘅情況，似乎港鐵就未能夠將以往成功嘅例子完全複製去到 The South Side 啦。喺南港島線而家營運緊嘅東段入邊，海怡半島站同利東站已經有海怡廣場同利東商場，佢嘅配套已經非常之成熟，意味居民唔需要因為日常嘅所需而去到 The South Side。倘若去到南港島線嘅西段通車，因為黃竹坑站同時作為東段同西段嘅轉車站，人流得以大增， The South Side 的確可以因而受惠嘅。不過南港島線西段仍然有待華富邨完成安置居民，啟動重建工作之後先有望動工。而根據路政署最新嘅估算，最快動工嘅時間要去到2027年。The South Side 應該引入咩商戶先可以好似維坊咁，將配套甚為成熟嘅周邊居民，例如海怡半島、香港仔，甚至遠至數碼港嘅居民都吸到嚟 The South Side 呢？或者港鐵應該都認清事實，就係 The South Side 好難成為南區嘅金鐘，或者甚至會成為 PP 咁嘅高級商場。如果大家有啲年紀嘅話，應該記得 PP 以前都曾經評論過喺商場入邊係有 food court 嘅。當然都唔係一下子將 South Side 入邊開設街市咁激進啦。頭先都講過，喺南區嘅生活配套對一般大眾嚟講其實都好完善啦。至於有錢人就當然有車代步啦，甚至都唔需要自己去買嘢。The South Side 應該採取嘅應該係人冇我有嘅策略，例如一啲寵物友善餐廳啦，一啲親子嘅娛樂設施，或者中高檔嘅特色餐飲等等。而港鐵方面就話會引入多間知名食府進駐，引入多國嘅菜式，似乎都算合適嘅。雖然開餐廳略嫌新瓶舊酒，但係長遠比起喺商場入邊開名店就較為可取啦。喺黃竹坑開名店只會令人諗起以往喺海怡半島嘅Outlet嘅啫。而且黃竹坑嘅商廈尺租連鰂魚涌嘅太古坊都比唔上，更加唔使講能夠媲美金鐘啦。至於位於香港仔嘅香港加拿大國際學校，亦都落實承租 The South Side 過萬平方尺嘅樓面，作為擴充俗稱 N 班嘅學前預備班之用。睇下 The South Side 喺年尾試業嘅時候，港鐵會唔會貼地啲啦？